这些年除了流星花园，周渝民就没有拿得出手的好作品，也没有任何一个角色可以取代花泽类。被徐熙媛抛弃后的周渝民，只能娶个其貌不扬的三线女演员，从此星途黯淡，生活也过得不如人意。那可是你想多了，这次周渝民带着王炸作品为自己证明，他身上的光从来都没有消失过。2001年19岁的周渝民陪朋友去试镜，结果自己被柴智屏一眼相中，由此踏足了演艺圈。也是那一年，他参演了《流星花园》，饰演的花泽类一跃成为国民初恋。《流星花园》登陆荧幕便掀起了一股全民追星的浪潮。那个时候 F4 有多火呢？ F4 最红的时候，第一次到日本发行唱片，直接打破了多项纪录，甚至连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总统都去亲自接见他们，在亚洲各地人气都红得非常恐怖。而且不单单是年轻人，即使是中老年人也都知道他们的存在，可谓是在海内外红得发紫的偶像团体。仔仔周渝民也成为当时无数少女心中的白马王子。仔仔作为团队里外形最亮眼的一个，颜值也是最适合走偶像剧路线的。2003年在拍摄《狂爱龙卷风》开始，仔仔就对许伟伦有了好感，但当时许伟伦的男朋友是李薇，所以和仔仔只能做好朋友，偶尔会相约吃饭。许伟伦也大方承认对仔仔有好感，但现在自己有男朋友，未来的事情顺其自然。当时的仔仔并没有因许伟伦有男友而气馁，还时不时去探女方的班，除了开车接送，更是每天按3餐传短信对许伟伦献殷勤。渐渐的，天平的一端摆向了仔仔，而李薇的努力始终没有挽回这段感情，终究以失败告终，无奈和许伟伦分手。2004年，也许是不舍得与许伟伦分开，仔仔和《仙剑奇侠传》失之交臂，而转战和大 S 合作战神，而错失的不仅仅是一部戏，更是日益壮大的内地市场。2004年，周渝民陪许伟伦回淡江大学办理延迟毕业，两人在大学城附近买水果时被媒体拍到。同年6月，仔仔与许伟伦正式官宣交往。因为仔仔爱吃咖喱，许伟伦就为了仔仔一头栽进烹饪世界，给男友做菜，过着甜蜜的两人世界。只是家境优越的许伟伦从小就被寄予厚望，许妈妈对仔仔很不满意，甚至有点嫌弃周渝民出身低微，配不上自己的爱女。就算知道女儿和仔仔正在甜蜜热恋，妈妈依然积极帮他介绍医生、律师、电子科技新贵的对象给他。本就敏感的仔仔得知此事后十分难过，随便为了一点小事就和许伟伦吵架。仔仔朋友曾透露，仔仔情绪失控时会弄伤自己，身上约有10几道刀痕。这样的性格让许伟伦感到莫名的压力，也让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，热情渐渐消退，无数问题扑面而来。仔仔曾婉转的说到，戴上戒指时很开心，脱下戒指时也没有不甘愿。这段话宣告着他和许伟伦爱情告终。2005年7月，平时就喜欢飙车的仔仔驾驶着跑车，从宜兰飙回台北，因车失控冲撞护栏。所谓祸难中才见真情，有媒体报道车祸一发生，第一个赶到现场的是大 S， 这是个幸运的意外，一是因为仔仔身体毫发无伤，二是因为这场车祸让他们确认了心意。车祸20分钟后，大 S 就出现了，而且是徐妈妈开车载她去的。她一到就拥抱仔仔给予安慰。大 S 和仔仔合作《流星花园》就认识，相差5岁的两人感情很好，甚至认彼此为亲姐弟。对于仔仔车祸后大 S 第一个出现的说法，还没等媒体炒烂，大 S 便在某手表发布会上自爆猛料，说自己和仔仔在精神上早已超越男女朋友的关系。媒体转而询问仔仔两人的关系时，仔仔只说了句大 S 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就凭仔仔的这句话，大家基本确定了他俩的感情，因为两人基本已不受经纪公司控制了。仔仔和大 S 合作战神时曾表示入戏很深，仔仔一度真的爱上了大 S， 差点难以自拔。而当时的大 S 和蓝正龙正在闹分手，仔仔和女友许伟伦也分手了，加上又都为忧郁症所苦，两人愈走愈近，似乎是再自然不过。
大 S 和仔仔在一起的传闻自此坐实，也不再回避媒体的访问和拍摄。仔仔开始常驻大 S 家，和他家人一起生活，频频被拍到出双入对。2007年1月，许伟伦赶去拍戏途中发生严重车祸，脑部遭受撞击，经过2个半小时抢救，还是未能挽回他的生命。许伟伦去世后，仔仔极度崩溃，导致忧郁症复发，暴瘦7公斤，为此哀伤落寞，足不出户。而大 S 则天天陪着仔仔，陪着他看碟、打游戏，让仔仔慢慢的从伤痛里走了出来。此时的仔仔陷入了一个怪圈，出演了《深情密码》《美味关系》《这里发现爱》等偶像剧后，周渝民的演技没有太大的提升，而且成了观众眼中的花瓶，人气和口碑逐渐下滑，让仔仔的事业一度处于低谷状态。而大 S 片约不断，电影、主持、出书，前景一片大好，女强男弱的关系让仔仔感到了压力，加上价值观和理念不同，让他们产生歧义。大仔恋只持续了29个月便结束。众所周知，偶像剧是很难出影帝的，周渝民开始尝试转型。2008年，仔仔参演《痞子英雄》时与小6岁演员喻红渊结缘，在剧中仔仔展现令人惊艳的演绎实力，受到各方赞赏。媒体一致认为仔仔是当年金钟奖夺冠热门，可没想到最终结果公布，得奖的是爆冷的赵又廷。这部片子没能让周渝民翻身，反而还与赵又廷父子结仇。自此之后，他不仅自曝有忧郁症，还被网友质疑，名气逐日削减。随着台湾偶像剧的逐渐没落，内地剧的崛起，周渝民尝试着来内地拍戏，参演了《贵州美人》《反贪风暴2》《烈火如歌》《大宋宫词》这几部戏，但仍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，还遭到了网友质疑，成了观众眼中的花瓶。2012年，喻红渊被拍到去周渝民家为他庆生，两人的恋情也成为公开的秘密了。2015年，仔仔突然晒出了和喻红渊的结婚照片，并感慨道：“周太太真美。”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周渝民极度保护隐私，他低调到连婚纱照都在结婚3年之后才正式曝光。婚后的喻红渊为仔仔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也为了专心照顾女儿，喻红渊选择放弃演艺事业。和仔仔结婚后，喻红渊更像是一个隐形人，偶尔出现在大众的目光里，也是默默陪在仔仔身边。也许这就是喻红渊能够嫁给仔仔的重要原因吧。睽违9年，仔仔回归了台剧，在逆局中饰演一名因涉入特殊案件而遭羁押的心理专家，高难度的演出让人眼睛一亮，让网友直呼绝对是今年下半年最值得期待的台剧代表作。不仅让大家感慨，这么多年来没有任何绯闻的周渝民，原来踏踏实实在做一名合格的演员。面对外界的质疑与声音，仔仔从不找借口，他只是在证明其他人是错的。这次的逆局为他赢得了不错的口碑，也让那些过往的质疑都消失到了谷底。因为一个实力派演员需要自我支撑的从来都是高分的作品，而不是一篇慷慨激昂的微博小作文。这个长相越来越像梁朝伟的中年人，正在用实力朝梁朝伟靠拢。点赞、订阅并点亮小铃铛，就能每天和桃子一起吃瓜看戏喽！